哟，这不是海城集团的天之骄子江然，江少爷。清安，你也好，江家破产，没有连累到你，你也嫁给了你喜欢的人。江然，你是这几年当舔狗当傻了吗？除了我，江氏还有谁能有权限拷贝你电脑里的资料？还有谁能在竞标的紧要关头挪走资金？你说的都是真的。清安，这7年我对你如何，整个海城的人都知道，你难道就没有一点良心吗？良心？江然，要不是你仗着家族权势，用千万彩礼和上亿订单强迫我嫁给你，我和木青哥怎么会错过这么多年？你明明可以拒绝，你不喜欢我，怀恨在心，你为什么不拒绝？你还要把我江家搞得家破人亡？你明知道柳家当时周转困难，需要江家帮助，明知道木青哥创业需要资源，需要资金，你让我怎么拒绝？没必要跟他计较。现在我们身份地位不同，再也不用养他的鼻息了。哪那么容易放过他？跟他在一起这2年，每一天我都恶心的恨不得去死。你们两个，一个心比天高的草包，一个虚荣拜金的贱人，也有脸在我面前挽尊？我呸！你们现在得到的一切，不过就是趴在江家身上吸血得来的。都死到临头了，你还嘴硬！来人，你们要干什么？给我打断他的手脚！我要看着当初不可一世的江家少爷，裹着残废的手脚，看着我和木青哥的成功。我不能死啊！我要活着！我要向这对狗男女报仇！江然，江然，你进去！江然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017年10月25日星期天。我这是今日地点放眼回到了和柳青安结婚的前一天。话总说不清楚，该怎么明了？一字一句像圈套。共鸣，契合，柳青安，张木青，这辈子我一定成全你的爱情，我要让你们失去所有，沦为乞丐，让你跟张木青都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。这辈子我会风光锦绣，幸福美满。让你们每见到我一回，嫉妒和悔恨都噬咬你们的心，折磨的你们辗转难眠。哇哦，张帅真的好深情啊，我都吃错了耶！七个！青安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回国吗？为什么？都是为了你。青安，你怎么了？江然，你什么意思？不就是一条朋友圈吗？我跟木青哥要是有什么的话，还轮得到你娶我？
我现在很困，没什么事我就挂了。祝你们玩得愉快。喂，江然，你混蛋，敢挂我电话！他怎么敢的？打给他，老娘帮你出气。清安，都怪我，明天就是你们的婚礼了，和你没关系。江然，我给你10分钟时间，赶快过来给我跟穆青哥道歉，否则明天这婚你爱跟谁结跟谁结去。刘清安，你仗着我对你的宠爱，你还真是有恃无恐啊！新婚前夜去和白月光暧昧，可惜啊，我已经不是曾经的我了。你现在必须马上给穆青哥道歉，否则我们今天就分手。啊！让江氏集团的公子哥给我道歉，怕是有点不妥吧？什么江氏公子啊，不就是仗着自己投了个好胎吗？根本不配跟你比。对，道歉，不道歉就不结婚。道歉，江大手，不会敢做不敢当吧？就是道歉，跪下道歉。清安，你看我也没用，我就一句话，今晚穆青哥要是不原谅你，明天这婚我也不结了。跪啊，等啥呢？跪呀，对呀，跪呀。钱，别生气，待会儿他来了就去给你出气。男人真善变，当初说爱你可以放弃一切，现在倒好了，还没结婚呢，电话就不接。这要是以后结了婚，指不定还说出什么事儿来呢。天，这次你可不能轻易原谅他。今天他如果不跪下来求我，这事儿没完。清安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就是想跟你单纯的记录一下咱们的瞬间，我没想到他这么不信任你啊。和你没关系，他江家不教，我倒是要教教他怎么大度做人。亲，这都15分钟了，江然怎么还没来？江然今天是怎么了？平时清安说10分钟，他5分钟就到了，今天又迟到又挂电话的，故意拿巧罢了。等一下就让你们看一看，他是怎么像狗一样过来求我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小人，你王八蛋！穆青哥，清安，你想做什么呀？穆青哥，明天我就要跟家人结婚了，我不想让自己留遗憾，今晚我就要把自己交给你。为爱勇敢，我支持你姐妹。天哪，被世俗压迫的男女勇敢追求爱情，张木青，快答应他！蠢货，你要是不嫁给江然，谁给我投诉？清安，我明白你的心意，但是我们不能只顾及我们自己的爱情啊！你想想柳家，要是失去了江家的千万彩礼，还有江家背后的资本，那柳家还能维持到什么时候？江家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？清安，我也很爱你，一想到你明天就要嫁给他，我就心如刀绞，我恨不得现在就带你离开这儿。但是我们背后还有家族，我们不能任性啊！我希望你原谅我。穆青哥，你放心，等我和江然结婚，我一定让他投资给你。到时候等你成功了，我就跟他离婚。你记得一定要过来娶我。新娘呢？新娘怎么还没来？小人，清安呢？你没有派车去接她吗？妈，别着急，我打电话问问。哼，终于肯给我打电话了。为什么还没到？昨晚你为什么没有来道歉？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的误会让穆青哥愧疚多久？就来道歉。江然，你要是想让我原谅你的话，你必须给柳家送上价值1000万的订单，并且给穆青哥投资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喂，江然，江然他又挂我电话。
哎呀，你放心，他肯定是被你后果自负那句话吓到了，他做梦都想娶你，肯定逃不出你的手掌心。感谢感谢。胡总，以后我们和江家就是一家了啊！胡总，您是江总的朋友，也自然是我的朋友。以后啊，还要请你多多照顾照顾我们家呀！一定一定。伯父，还有半个小时婚礼就要开始了，柳青安还没到，怎么？你们柳家是不想和江家结亲了？哎呀，没有，他可能有些事情给耽误了，我赶上去催他一下，好吧？喂，爸。你发什么疯？赶快给我滚回来！婚礼马上开始了。我不嫁。什么？你不嫁？你不嫁的千万订单也没有了啊！你不嫁，你去打工养家吗？啊！赶快给我滚回来！婚礼即将开始，众宾客请入座。这时间都到了，怎么还没看到新娘？对呀，这柳家太张狂了嘛，在这种大日子给江家下马威吗？是呢。怎么还没到？再打电话催催。哎，来了来了！柳青安，这么重要的日子你吹什么风啊？赶紧去给我换婚纱！卑鄙小人！伯父伯母，你谁呀？是不是就是你让我宝贝女儿和江然吵闹不休的啊？你还敢来？哎，算了算了，都看着呢，婚礼完了再说啊。江然，就算你出生再好又如何？你最爱的女人还不是对我死心塌地？天狗！哎。诸位，请安静。我代表新郎新娘以及双方父母，感谢诸位贵宾百忙之中来参加婚礼。现在我宣布，婚礼仪式正式开始。新郎，你愿意娶面前这位漂亮贤惠的女人为妻，从此生死与共，恩爱一生吗？我愿意。新娘，你愿意嫁给你面前的这位帅气多金又有能力的男人，作为你今后的丈夫吗？新娘，你愿意吗？我能唱首歌吗？听说清安之前是大学文艺部长，能歌善舞。清安这也太懂浪漫了，便宜江然这小子了。唱一首，唱一首，唱一首，唱一首。请。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好想拥抱你，拥抱错过的勇气。曾经想征服全世界，到最后回首在……江然，你现在装的无动于衷，其实一定很痛苦吧？就让我来揭穿你的伪装。江然，清安是个好姑娘，替我照顾好她。木青哥，柳青安和这小子什么意思啊？就当着今天这么多人的面上，让我们江家在还成丢脸吗？柳家小门小户的能嫁进我们江家，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，现在还羞辱小然到这种地步。唉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小然为了这个女人，家也不要了，父母也不要了。这个臭小子自己酿下的果，将来再苦还得自己咽下去。清安，下辈子我一定娶你。木青哥，我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下辈子我一定娶你。两位为爱冲锋的勇士，不顾一切，真让人感动。
理应得到支持。所以，我宣布今天的婚礼取消，还柳青安小姐自由。江少，你不要冲动啊！张不清，赶快给我滚出去！这门婚事要是毁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张家！柳青安，你在胡闹什么？还不赶紧给江少道歉！江然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不需要，柳青安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可以追求你的爱情，没有我用权势压迫你逼婚。祝你幸福。江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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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妍，这次你想通了。江少，这会不会是误会啊？是不是误会？你自己看。这就嫌啥了啊？你柳家就是这样教女儿的啊！这柳家的女儿也太不要脸了。江然人帅多金，江家更没得说，追江然的女孩大把。他柳青安算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江然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现在立刻过来跪下给我道歉，我还可以再原谅你一次。江少，江少！哎，刘先生，大家都是做生意的，给彼此留点脸面，不要再纠缠。亲家公，这中间肯定有误会。江然这么喜欢我们家青安，你们就是仗着我儿子喜欢，才敢这么公然的欺辱我儿子，欺辱我们江家。要不是小然喜欢，你们柳家家教养出来的东西，谁人敢要？既然这亲家做不成了，那刚才说的那笔订单就此作废，柳家就正常竞标吧。对，我们百胜的订单也就此作废，本来就是看在江家的面子上，现在作废。亲家，既然婚约已经解除了，那咱们就不是亲家了。还有那每年1个亿的订单也作废了。对了，那1000万的彩礼，1个星期之内请如数奉还。亲家，这中间有误会啊！青安，你还在这站着干什么？赶紧去追啊！没有了江家，那我的5000万投资怎么办呀？你还在这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呀！都是你！不是我，是你女儿自己在婚礼上跟我告白的，跟我没关系啊！都是你，都怪你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和江家早就成为亲家了。就凭咱们青安对江然的拿捏，江家的资源还不是被我们随意使用？都怪你！别打，不是我跟我没关系。江然他怎么敢？他那么爱我，他做梦都想娶我，他怎么敢悔婚？打死你！北边，要是不想柳家破产，我不管你是偷光爬窗也好，还是跪地道歉也好，你给我挽回江然！先生这边请。갈까江少，吉安，江少，您必须振作起来。这些钱都是小姐为了帮您，把自己的公司还有资产全部卖了，才给您筹来的钱。您不能辜负了她的心意啊！江家已经没了，这个也不需要了。若言呢？大小姐为了帮您，
和老爷大吵一架，被送出国了。你就这样悔婚啊？你这么喜欢他，要是他找你复合的话，我跟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我现在只想珍惜眼前人。哦，对了，我在国外上学的时候就听说你为了他和家里人都闹翻了，江大少这是打算回家继承家业了？不，我打算自己成立一家物流公司。这几年为了柳青安，让爸妈失望了，我得做出一点成绩，才有脸回家呀。正好，我爸他给了我几个亿，让我投资项目。你把你的计划书给我，给你开后门。江然，我知道你在，听到的话就出来见我。哎，刘小姐，您不能进。我凭什么不能上？2楼是需要持有 VIP 贵宾卡才能上去。我就是个打工的，你就别为难我好吧？瞎了你的狗眼了！我之前说来就来，这里的包厢我都坐过，怎么今天就不行了？恕我直言，之前都是江家少爷带着你来的，现在凭柳家的身价，你还真上不去这2楼。你江然，我知道你在，听到的话就出来见我。你前妻，充其量算前女友，闹大了不好看，我出去见他一面，你在这儿等我。一起去吧。你找我？抱歉，先用冰敷一下。江然，你闹够了没有？闹？你在婚礼上做的事，无非就是想报复我跟木青哥罢了。是，我是在婚礼上表白了木青哥，可那我也只是想在结婚之前让自己不留遗憾，这也有错吗？现在的嘴脸可真丑陋。柳青安，我怎么没发现这些年你是这样没脑子、没廉耻？你是不是觉得你江家现在拿捏了我柳家的命脉，所以你有恃无恐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想多跟你废话。告诉你，这次我真的生气了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说来听听。这场婚礼你让我跟木青哥出了丑，你必须在网上发布视频，向我们道歉，证明我们清白。还有呢？给木青哥投资翻倍，然后向我父母道歉。他们因为这件事情很多合作都泡汤了，都怪你。继续。暂时就这些，如果你能尽快做好的话，我可以考虑和你复婚。柳青安，柳青安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喜欢把自己做错的事情强加到别人身上。林若言，江然，你推我！柳青安，好聚好散，请你自重。好聚好散，我跟了你1年多，你浪费了我1年的青春，跟我说好聚好散。江然，你还算不算是个男人？柳青安，我这在国外上学都听说了，你跟家人在一起这年，一直跟张木青不亲不楚的，脚踏两只船，你还好意思说浪费青春？江然，林若言从上学的时候就喜欢跟我作对，这次一定也是他跟你说什么了，是不是？江然，以前你都对我百依百顺，这次你居然为了林若言推我，所以爱会消失的，对吗？啊，我知道，其实你跟林若言早就在一起了，你只是不想成为过错一方，所以等到今天才来报复我。江然，你无耻！柳青安，我和你确定关系这一年，你多少次背着我去和张木青私会？你以为我没有证据？我和木青哥发乎情，止乎礼，清清白白，是你自己思想肮脏。是不是清白你心里有数？柳青安，你如果敢把脏水泼到我和若言身上，那我就要看看
你们柳家和张家加起来够不够和江家硬碰硬？江少，这中间有误会。江少，这中间有误会。都怪这个张无清，他把清安给带坏了。我让他们俩给您赔个不是，你和清安就别闹别扭了，好不好？江少，清安他年纪小，玩心重，等他结了婚呢，他就知道顾家了。我就说柳青安怎么这么没有脑子，有这样的父母，真是不足为奇了。你个小贱人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柳太太、柳先生，你们要是再对我的朋友不客气，别怪我翻脸。江少，你看您追了清安也有5年了，你们在一起也有1年了，难道你真的舍得放弃这段感情啊？就是，这件事情别想轻易过去。如果他不给我跟木青哥，你给我闭嘴！江少，您再给清安一个机会好不好？你女儿喜欢的是张木青，让家人给她什么机会啊？婚事既然告吹，将1000万退回来就行，否则江家的律师团会跟你交涉。江少，那不是把我们柳家逼上绝路啊！把你们柳家逼上绝路的是你的女儿和她的心上人林若言。你和江然不过就是仗着投了个好胎罢了。我离开家族背景势力，你们算什么？木青哥就不一样了，他有才华，有能力，有野心，早晚有一天，他一定会把你们踩在脚下，对吧，木青哥？若言，木青哥，对吧，木青哥？木青哥，若言，你什么时候回国的呀？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今天。若言，你早点跟我说，我去接你啊。认识。在国外上学的时候追了我好久，表白了3次我都拒绝了。若言，我现在正在跟林氏集团谈合作，叔叔很看好我的项目的。哦，你什么态度？木青哥这么优秀，年纪轻轻就得到上市公司赏识，是多么让人羡慕的本事啊！算了，静安，我一定会让你们看见我到底有多优秀。我以为你应该过了做梦的年纪。江然，你就是嫉妒我，嫉妒我离开了你，还能找到比你更优秀的男人。而你林大小姐，你从读书的时候就比不过我，现在也只配捡我不要的垃圾。柳天，你老子进水了，说什么胡话呢？那我就祝柳大小姐和她的心上人白头偕老。保安，将他们赶出去，别影响我用餐。立刻离开，请立刻离开。走就走，本小姐不稀罕。走。若言，走。哎，静安，你可别害了我们柳家呀！你还跟过来干什么？滚出去！要不是你，我们柳家早就是张家的座上宾了。江然那小子见了我也得恭恭敬敬的喊我一声爸，都是因为你把事情变成这个样子。叔叔，我知道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去秦安的婚礼，要不然秦安也不至于。我就是不甘心。我问你，你跟林若言是什么关系啊？为什么你对她那么殷勤讨好？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！为了我？是啊，回国后我创立了巅峰传媒集团。我之所以刻意讨好林若言，是因为我在跟林氏集团谈合作，林总十分看好我的项目，打算给我投资5000万。5000万？木青哥，你好厉害啊！等到时候投资到了，我打算拿出2000万，1000万退给江家，1000万补贴柳家。那笔投资到底什么时候能到账？这投资什么时候能够到账？明晚就是竞标会，我已经是林总内定的一员了，到时候走个过场就可以了。资金的话，预计1周就到账。好啊，只要这5000万的资金一到账，管他江家不江家，我柳家依然在海城屹立不倒。木青哥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傻丫头，我今天如此讨好林若言，都是为了拉拢她，为了你们的未来铺路。
我就知道选你没错的。那木青哥，明天晚上带我一起去好不好？好，明晚我就来接你。看他和这个林若言也不熟啊，这林总怎么会立定给他投资5000万呢？哎，你好，我是风行传媒的创始人刘征，不知道二位怎么称呼？木青哥是林总特意邀请过来的。什么？林总？竟然是林总特意邀请的，那不就证明林总对这个人特别看好？那我们不会就是来陪跑的吧？您既然是林总特意邀请过来的，不知道您和林总之间也没什么关系，就是和林总的独生女儿在国外一起留学了几年。哦，原来您是林大小姐的大学同学呀，难怪林总对您另眼相待。果然是关系户，我们就是来陪跑的。名额有5个，他占了1个，还剩4个，别放弃啊！但是只是同学，林总就能直接把5000万投资给他？打铁还需自身硬，木青哥当然是因为自己有本事才能拿到投资的。当然了，也不单单只是同学关系啊，还有另一层关系吗？3，林小姐在国外追求了我3次，都被我拒绝了。原来还有这一层关系，难怪有这一层关系在。林氏集团给张总您投资，那是必然的呀。快看，这人啊，衣着不菲，哎，这一身西装一看就是高级定制。哎，还有那块表，不会又是来了个关系户吧？他呀，是我的舔狗，为了追我过来的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江然，你是不是听说我跟木青哥一起出席宴会，所以才特意精心打扮过来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啊，没用的，我是不会原谅你的。江然，江氏集团的太子爷，他怎么也来了？果然是豪门，看看人家这气场，与我等云泥之别。你想多了，装模作样。我呢，现在已经有了比你更优秀的木青哥，所以啊，你呢，没机会了。我是来参加竞标的，让开。江少，您坐。江然，你以为拿捏了我柳家的命脉就可以有恃无恐是吧？等木青哥拿到投资，我看你会不会老实回来做我舔狗。江然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是为了追我要把大家的竞标会都毁了吗？我就说嘛，以江少的身家背景，怎么会看得上这5000万投资？原来是追求女人来了。我倒是听说过，江氏集团的太子爷为了一个女人爱得疯狂，原来是他呀！柳青安，之前我1个月给你都不止1000万吧？和我分开以后，怎么都要陪着张木青抛头露面找投资了？那既然江少看不上这些钱，那为什么还要和我们这些普通人争呢？我们和你不一样，我们只是普通人。你没有这次机会，你还能回家继承家产，但是我们呢？就是啊，这是我们的未来，可不是你们有钱人的爱情游戏。哼，看在江氏集团的面子上，估计会给他留一个名额的。哎，果然啊，资本还是流向资本，我们只不过是牛马。柳青安，我对一个朝三暮四、水性杨花的女人没兴趣。我这次来是准备和大家公平竞争。这次竞标，大家各凭本事，有功夫在这被人挑拨，不如好好准备一下自己的发言了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他怎么来了？林叔，您还记得我吗？我是若言的朋友，上次您很喜欢我的项目。你好，走吧。看到了吗？
林若言在国外可是跟木青哥告白3次都被拒绝了，你今天就算来了，也不过是自取其辱。张木青说，若言在国外跟他告白，被拒绝了3次。木青哥这么优秀，有人追不追很正常。啊，你回你自己的位置上坐去。啊，好，林叔叔，那你有事儿找我啊。林总觉得不想让大家觉得林氏集团区别对待，就让我先回来跟大家一起做。哎，原来如此，张总坐。牛皮吹破了，下不来台的可是自己。江然，你什么意思？既然大家都到齐了，那就辛苦大家给我几位同事再介绍一下你们的项目。你们谁先开始呢？哎，我先来。江然，没了你的家族，你连个废物。张总这么厉害，怎么还在结婚条件上让柳千安给你家投资呢？哼！接下来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云塔物流招标策划案。第1点，商业模式。感谢各位聆听，我的演讲完毕。江少，您这个案子是真的好呀，我十分看好。您介不介意我也入股，一起赚钱？但是我……哎，还有我，我也愿意。小人得志。大家都静一静。经过我们的商议呢，我们林氏集团蓝海计划每家5000万投资的5个名额，现在已经确定了。江然，现在就让你尝尝失败的滋味。拭目以待。下面由我宣布一下获选名单。江然。什么？怎么有他？刘征、许慎、王老，下一个一定是我。还有呢，家宝。恭喜恭喜！祝2位扶摇直上，以后有机会啊，别忘记拉兄弟一把啊！江少啊，刚才被小人引导，对您说话不太客气，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没事，是金是铁，总要拿出来亮亮。你不是说你是内定的吗？怎么名单上没有你名字？张木青，我解释一下。张总啊，您不是说您是被林总特邀来的吗？怎么林氏这点面子都不给您呀？刚才听了他的策划案，全都是忽悠。林氏集团不给他投资才是对的。哎，这位小姐，您奉着江少这样的金龟婿不要，反而选择了一个骗子，是因为你喜欢扶贫吗？林总，我敬你是个长辈，那你为什么出尔反尔啊？你明明很喜欢我的项目，为什么不给我投钱啊？张木青，你要干什么啊？小张啊，你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，年轻人有上进心很正常，不过你可不要走歪路啊！不会的，你明明很喜欢我的项目，是不是因为他前两天跟若言在一起，让若言在你面前说我的坏话？张木青，你好歹是个男人，这么玩不起吗？你刚才借女孩子的声誉装逼的事情，要我说出来给大家听吗？说，有什么不敢说的？林若言，你是不是因为木青哥拒绝了你3次表白，所以怀恨在心，故意报复？我被他拒绝3次。若言，你听我解释。住口！需要我拿出你在国外各种纠缠、当众表白被我拒绝3次的证据吗？啊，真相竟然是这样吗？太无耻了！难怪刚才林总说年轻人不能走歪路。木青哥，你快解释啊！事情不是这样的，快拿出证据啊！既然事情已经挑明了，那我也得为我的女儿出头。从今往后，我林家旗下所有的产业都不得与张家任何生意上往来。全忘了。小然呐，你阿姨已经念叨很久了，抽时间过来吃个饭吧。叔叔放心，明天我一定上门叨扰。江然，今晚大获全胜，是不是要请我吃饭呀？
唉，女大不中留啊！晚上我等你回家。废物！秦安，秦安，你听我解释，秦安。秦安，你听我解释，秦安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你撒谎虚荣吗？张慕清，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的虚荣心把我们家害死了？我这还不都是为了你啊！要不是为了风风光光娶你过门，我能受这个委屈吗？还不是因为你爸妈瞧不起我才这么做。我受的那些屈辱和被嘲讽都是为了谁呀？你的意思是，为了我？秦安，我当然是为了你。你被家人推婚的事谁都知道，我不能让人家一辈子都瞧不起你，所以我只能不择手段的比家人做得更好。清哥，没想到你承受这么大压力，我还一直怪你。现在我们要成功还有最后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秦安，我们不能失去跟林氏合作的机会，否则不但我们家会破产，你们柳家也会破产的。秦安，你去求江然，让他把这次机会让我们。你疯了！江然他不会同意的。秦安，以前无论你做什么，他都会答应。这次只要你去求他，他一定会答应的。秦安，你去求求他，就当是为了我们的未来。行，那我试试吧。好，那我带你去吃饭吧。你先送我回饭店。好。木青哥，我们就吃这个嘛。这可好吃了，放心吧，我请客走。这事跟你捋事啊！这个来吃一个，这个来吃一个，这来吃一个。以前跟着江然出入的可都是人均上万的场所。是啊，娘。明天你去找他的时候，你记得好好求他，必要的时候给他点钱头，他一定会帮咱们的。哟，这还有这么质量高的妹子？放开！这还有这么质量高的妹子？放开！瞧不起人是不是？大哥，我们没这个意思。行行，快给道个歉。他们跟你说话了吗？坐下。美女，给哥个面子，给哥喝一杯。希望你滚开，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抓住他！木青哥，木青哥救我！青安，你没事吧？我把他们都打跑了。说了回家回家，你非得拉着我去散步。非常好了，遇到流氓了，活该！哎，青安，跑啊，继续跑啊！哎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是你？清然，我刚才是见义勇为，你别误会，我不知道你也在。青安，你没事吧？青安，没事。青安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刚才要不是江然，柳青还不知道被这群家伙怎么样呢。青安，你能相信我吗？刚才我一个人面对他们3、4个，我得去想办法呀。你能理解我的吧？妈了个巴子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
只要我，还想不想在海城混了？若言，报警。好。江少，你认识我？江少是我，我是陈国豪的儿子。当年要不是您大发善心把那片老厂区接手了，我们家早就因为资金断裂破产了。陈国豪，老厂区，我们家公证就在那块地上。那就是说，江然现在是你的房东？江然果然放不下我，对我冷淡只是表面，是想引起我的注意，还想着与我破镜重圆。那大家都是熟人喽。陈环，陈叔叔知道你在外面这么混账的吗？江少，是我一时河马尿上了头，你千万不要跟我爸说，要是让我爸知道了，他非把我腿打断不可呀！行，知道了，滚吧。江然，你疯了吗？老厂区那块地倒贴钱都没人要，你买它做什么？我做什么好像跟你没有关系吧？我家厂房就在那块地上，我知道你买下那块地是为了我，到时候免收我们家租金，好让我为此感激你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大可不必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这么喜欢脑补啊？柳小姐，要点脸呗。江少前脚刚跟你解除完后约，后脚就让我联系了陈国豪。你说这件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没关系。他要不是为了我的话，买下那块一定会赔钱的地做什么？江然，我知道你爱我，为了我什么你都愿意做，但是我拜托你成熟一点好不好？像你这种花钱的方法，你江家就算有金山银山，也迟早被你给败光了。江然，你是这几年当舔狗当傻了吗？除了我，江氏还有谁能有权限拷贝你电脑里的资料？还有谁能在竞标的紧要关头挪走资金？没有你，我江然江家只会扶摇而上。你看，你就说吧，江然这辈子逃不出你这的计划。你刚刚没听见他说什么了吗？他买下那块地跟我没有关系。男人还能不懂男人呀？这话的意思是，今天他突然这么巧合的出现在这里，肯定是他找人跟着你，然后你一出现危险，然后立马就来了。难道他刚才对我冷淡只是表面？所以秦安，你只要去跟江然说，让林家的5000万投资给我，他一定会听你的呀。小姐，没事。母亲哥救我！秦安，秦安啊，你在听我说的吗？啊，我听着呢，你说。秦安，你放心，只要林家的5000万一到手，一定能解柳家的燃眉之急。秦安，为了我，为了柳家，你就委屈一下吧。喂，爸，叔伯们都到了是吗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让大家久等了，今天请大家过来是想宣布一件事情，我自己创立的宁达物流公司正式成立。真人，你要离开江家待变了哟！恭喜江少啊，摇身变江总，以后有好事儿别忘记咱们哥几个啊。江总，江然，你开物流企业怎么不早说？我都没给你准备礼物。
不过我有个挺大的好消息。什么消息？说来听听。业内有个大集团正在招募，招的就是物流企业，1年订单3个亿，签约期限3年。你说的公司是不是叫盛达集团？你知道啊？前世柳青安用离婚威胁，逼迫我放弃海南城项目，来为张木青换来盛达集团的物流项目。没想到这辈子兜兜转转，这个机会竟然到了我眼前。张木青这辈子没有江家的资源为你铺路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草包能走多远。负责这个项目的陈总，这女儿是我好朋友，没有感不感兴趣？我帮你引荐引荐。我们公司正需要这样一个项目，在这个行业里彻底站稳脚跟。阿泰，这件事情交给你。这件事情要是成了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阿泰，江然，你出来，我有事找你。哟，这不是咱们高傲的柳小姐吗？怎么不陪情郎了，追这儿来了？柳青安，你都和江然分手了，你总是来找他呀？你方便吗？我想找你单独聊聊。不方便，有事就在这里说。木青哥的公司很需要林氏集团那笔投资，我求你把这笔投资让给他。他自己需要，自己怎么不来求江然？刘霞，离开江然你就找男人也不行吧？啊！想当初柳小姐被江总捧在手心里的时候，在海城到哪里不是做丈夫？更可笑的是，那张木晴不但带他去吃路边摊，遇见流氓骚扰的时候，那小子哒的跑得比谁都快。江然，只要你答应帮了木青哥这一次，我可以考虑原谅你，甚至跟你复婚。柳青安，我们连结婚证、离婚证都没有，复哪门子婚？你精神的契合、灵魂的共鸣，不是张木青吗？你找他呀。江然，你承认吧，你就是吃醋了。你心里其实还是爱着我，爱到无法自拔。你现在所做的一切，不过是为了男人的面子，故作矫情。好吧，我原谅你了。你脑子里是不是进水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和你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我现在最爱的人是林若言。怎么可能？你爱的不是我吗？若言，以前是我眼瞎，错把榆木当了珍珠。现在我迷途知返，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想跟你在一起，终老一生。我愿意。小子，江然，我这次真的不会原谅你了。好了，为了庆祝我双喜临门，周末大家去枫林路53号聚一下吧。那可是家里给你准备的婚房。现在是我和你未来的新房，去看看哪儿不喜欢的，通通换掉。来，这个母亲啊，听说你回国创业了，发展的怎么样？大伯，我创立了一家传媒公司，现在正在跟林氏集团谈合作。哦，哎呦，林氏集团那可不得了了呀！二弟呀，你有这么优秀的儿子，可要享福喽！母亲啊，我听说你那个投资合同马上就要签了。我拿捏住鲁庆安，也就相当于拿捏了江然那个废物。
既然这个投资迟早都是我的，那我提前庆祝也不过分。对，快了！哈，我就说木青这孩子，我就觉得他长大可有出息。陪大伯喝一个。哎呦，你们还吃独食呢？带上我们呀！来，大家一起。我母亲来喝一杯。来。啊，祝木青这个生意越来越红火。来，我先喝。木青，是不是临时找你聊合同的事？来，把手机免提打开，让大家一起高兴高兴。来，快，开。青安，事情谈妥了吗？母亲哥，对不起，母亲哥，我和江然谈崩了，投资的事儿没戏了。青安，你别开玩笑，我这一家人都在旁边听着呢，别闹了。我没闹，江然不肯帮你，林氏集团又拒绝了你，投资这件事儿，我看彻底没戏了。不但如此，江然还当众告白林若言，他们两个现在在一起了，江然真的不爱我了。蠢货，你他妈个蠢货！你不是说你拿捏江然跟拿捏一条狗一样吗？结果呢？木青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没问题？你没听啊？林氏集团已经拒绝了，人家当时就没打算投资。母亲，你这不是让我们大家白高兴一场吗？木青，既然林氏已经拒绝和你合作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说签合同？不能撒谎。哎，就是你爸送你出国留学，难道就是让你出去学这些？大家先吃着啊，先吃着。跟我出来一下，我有事跟你讲。木青，把你手头的传媒公司放一放，回家里来帮忙吧。爸，可是……而且呢，眼下盛达集团正在面向企业招标，项目很大，1年3个亿，为期3年，9个多亿。那如果能中标的话，那咱们家不就翻身了吗？尤其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，他的女儿陈雪是你的同学。爸，你放心吧，就没有你儿子搞不定的女人。等咱们拿下盛达集团这个项目，我看你张生爷怎么来讨好我们。喂，大姑。哎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就在这别墅住1天，肯定不会弄乱的。我就想体验体验富豪的别墅，体验一下当富豪的感觉。反正都1年了，富豪只给你钱让你打扫卫生，又没人回来住过，肯定没人会发现的。你就放心吧，大姑。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新家。我天，木青，这是你家呀？木青，刚买的，这么豪华，这得多少钱呀？光是装修就得几百万吧？不贵，也就几千万。你们别客气，坐。陈雪，你也喜欢青花瓷？我爸爸喜欢，我不是很懂。青花瓷在唐代兴起，宋代流行，成熟于元代。不过这尊青花瓷的质地有点粗糙，但是这尊青花瓷的价格也远超那些元代的精美青花瓷。哇，张同学，
你果然懂得好多哎，你一定跟我爸爸能聊得来。我爸爸整天嫌弃家里没有人懂古董，一堆东西不知道跟谁炫耀呢。是吗？我也很喜欢古董。你看叔叔什么时候有时间，我们可以一起探讨一下这几年玩古玩的心得呀。我估计。青安，你怎么来了？木青哥，开派对怎么不叫我呀？我们同学聚会，我就没跟你说。租这个别墅花了不少钱吧？租的？张木青，这不是你刚买的吗？你说什么呀？这是我的别墅，我刚买的。算了吧，林氏集团投资都黄了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你们说这别墅会不会是他为了装大款租来的呀？不应该吧？不是张木青叫咱们来的吗？你说他花这么多钱就为装个逼，图啥呢？你瞎说什么？你觉得以我的能力，我连一栋别墅都买不下来吗？木青哥，人家不是这个意思啊！我果然没有看错人，木青哥竟然买得起这样的别墅。那以后和木青哥在一起，我就可以住进这栋豪华别墅了。江然，江然，你来干什么？这是我的别墅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站长，你听他说话，他说这是他的别墅，这是哪来的土包子呀？这是。哼，你还真是为了装逼，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呀，真是不要脸。江然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行吗？这别墅是木青哥刚买的。你们在我家开派对，还说我丢人现眼？不然呢？之前老厂区的事情，你不承认是为了我，我懒得戳破你。但是你今天又来木青哥聚会上胡闹，我们能不能好聚好散，不要让别人看笑话，行吗？你要是有妄想症，你就去看医生。江然现在是我的男人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陈太，你怎么也跟着过来胡闹呢？婷婷姐，这个是江少，我朋友，我跟着他来他家玩，这不算胡闹。胡说，这分明是木青哥刚买的。你说这房子是你的，那你把房产证拿来给大家看看。张木青，你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道歉，立刻离开。我再给你留最后一次的脸面。你在这胡说什么呢？让你拿个房产证就在这东扯西扯，要是拿不出来就赶紧给我滚！张少，别担心，他今天要想在这闹事儿，我们兄弟第一个不答应。江然，我劝你别在这胡搅蛮缠，要不然别怪我对你僵尸宴。张木青，你跟我装什么糊涂？这栋别墅到底是谁的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限你10分钟，带着你的狐朋狗友马上给我滚！你再把你的话给我说一遍。别冲动，别拦着我，我今天要给张少报仇。张少，这个花瓶起码值个几百万，必须让江然赔钱。放心，不用你赔。要不是江然，也不会有这个损失。你听见没有？你现在必须得把这个花瓶给赔了，要不然这事跟你没完。不，张木青，这个花瓶是我和他撞碎的，和江然没有关系。多少钱我们来赔？不贵，也就几百万。江然，你把这个钱赔了，你自己擅闯民宅的事我就不告你了。我赔？江然，你一个男人能不能敢做敢当？大家本来玩的开开心心的，要不是你怎么会碎？同学们，要不是他，今天这个花瓶根本就不会碎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快拦住他呀！私闯民宅毁坏财物，就算是报警我们也有理。没错，不能让他走。看吧，江然，你现在想走都走不了了呀。张木青，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？我要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江少。江少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求你了，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。张公子，这女的谁啊？你疯了，张木青，你当初给我怎么说的？你求我说你没接触上上流社会的生活，你求我说你只是来看一看，现在呢？姑，咱们回家再说吧，行吗？
江少，我求你原谅我一次，我刚离婚，我不能失去这个工作啊，江少。现在还需要我拿出房产证来证明吗？江少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今天是我误会了。至于损失了多少，你核实之后请联系我，我照价赔偿。家人，这就是我要给你介绍那个光大集团的亲戚。陈小姐放心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这件事情我知道该怎么做。陈雪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中间有误会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！我对你很失望，请你不要再联系我了。柳青安，这栋别墅很豪华，对吧？如果当初你不是为了张木青那个废物抛弃了江然，这栋别墅的女主人应该就是你了吧？可惜你现在没有这个机会。你还有脸回来？我让你去结交陈雪，你就是这么跟我结交的？那我也不知道那是江然的别墅，那要是姑姑早点告诉我，就不会弄成这样的。你还有脸提你姑姑？你自己应该想一想，明年的招标会应该怎么办？江然没机会的，那一个物流点不可能覆盖全国的物流公司，他不配合光大合作。但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有唐总。你们看，光大集团招标策划做好了。哎，嘘。喂，我为今天的事情再次向你道歉。为了补偿，我有一些信息提供给你，或许对你有些帮助。陈小姐，请说。这次光大集团招标侧重点有3个：第一，物流网点的分布情况；第二，运输的时效性；第三，售后的服务。这3点，如果江少能够拔得头筹，这次中标一定没有问题。明白，多谢陈小姐指点。哎，江然，你快说，他给你打电话说什么了呀？主考官给我们泄题了。不好意思，庄先生，刚接到通知，您的参会资格已经被取消。你什么身份？一个看门狗也敢拦我呀？我只是按照上面的意思办事，如果您有疑问，请直接联系主办方。江然，这位就是江总吧？我是陈小姐的秘书，姓魏。魏先生您好，小姐让我来门口接您，她已经在里边等，请过来。魏秘书，为什么江然能进去？你这个门童拦着我不让我进去？张先生真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取消了竞标资格吗？我堂堂正正靠我自己拿到的招标资格，你说凭什么？张先生既然想知道，那我告诉你人法。小姐对于你昨天侵占他人别墅、冒充大款的行为，对您的人品提出了质疑，而光大集团需要一个人品端正的合作者。这么说，我今天有这个待遇，还得多谢张先生。您请。穆青，会议马上都开始了，你怎么还站在这儿？唐总，我被小人算计了，这次招标会就得靠您力挽狂澜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小人指的是谁？您知道江家的江然吗？就是那个订婚宴上被你抢了未婚妻的江然，关他什么事儿？那个小子一直对我怀恨在心，想报复我。他偷偷联系了陈家的陈小姐，然后让陈家误会我，直接取消了我招标的资格。唐总，咱们两家都是合作了10多年的好伙伴，这次一定不能让江然夺了这个资格呀！而且以江然这个睚眦必报的性格，他一定会签的于你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绝不可能让这种人品低劣的草包富二代获胜。江少，看来来者不善了。他是谁？唐氏物流的老总，是张木青家最大的合作伙伴。张家的货运能做起来，全靠唐氏海内外覆盖的物流点。唐氏？
哎，静安，你回来了，吃饭了吗？静安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还不是唐氏物流搞的鬼。木青哥不过是手头紧，账目上暂时耽搁了一下，他就非揪着不放。张木青做假账，账目亏空多少？这怎么能叫做假账呢？木青哥那是有苦衷的，好吧？哎呀，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，你赶紧想办法筹点钱给木青哥填上去啊！那他这次又需要多少钱5个亿。江少，唐总，江总，你还年轻，不要以为在商场上可以靠那些不入流的手段获取胜利。唐总，我也有一句忠告要告诉你。各位领导、各位嘉宾，大家好！竞标环节马上开始，接下来有请唐氏货业唐总上台演讲。我今天所有的资料都是穆青亲手准备的，你就好好看看，靠着自己努力的年轻人是如何碾压你，也好好看看，在商场上不是身份和地位就能决定一切。晚辈拭目以待。各位来宾好，我是唐氏物流的，我主要分3个方面给大家介绍唐氏物流的理念。感谢各位，我的讲解完毕。唐氏货运综合得分85分，暂列第一。接下来有请宁达物流江总上台。江总，宁达物流作为一家新公司，缺乏各种软硬件，是不是？我看你拿什么跟我们斗？我相信这次竞标结束之后，唐总会考虑和我们公司成为最亲密的合作伙伴。不知所谓。大家好，我是宁达物流的代表江然。第一点，如有幸与光大进行合作，宁达将成立专门的项目组，全天候与光大进行对接。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出现任何问题，我们都会及时解决，进行沟通。同时，我们会在光大旁设立专门的办公地点，及时有效地进行售后服务。宁达物流的展示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。宁达物流这次展示很用心，做得好。宁达物流综合得分95分，暂列第一。这个二世祖竟然拿了第一，那这样我们后面的岂不是都成了凑数的？看来这次竞标也是宁达物流的囊中之物了。诸位的表现都十分优秀，让我们很难抉择。但很遗憾，光大集团这次合作的伙伴只能有1位。我宣布，此次光大项目招标结果，宁达物流以最高分获得了接下来3年与光大合作的权利。唐总，江然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还想当面再羞辱我一次？我很忙，没时间和你在这儿闹。唐总误会了，我只是想问问你，您是不是很久没有查过账了？与张氏的货运账目，我建议你最好还是查一查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江总，我和张氏合作将近10年，你不会以为用这种低级手段就能离间我？穆青还在等我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我愿意和你赌，只要去看看账目，如果账目没有问题，我愿意赔偿你真金白银5000万。如果有，我真诚地邀请唐总与我进行深度合作，一起为光大服务。唐总，江然跟你说什么了？竞标怎么样？咱们中标了吗？我们没有中标，中标的是江然。该死，真该死！一定是江然早就找好家里人，给他铺好了后路。这次竞选就是走个流程。
穆青呀，我们两家合作，所有的账目都是你爸爸在管。是的，那个这次竞选结果出了，我得回去跟我爸说。唐总，我就不送你了，我先回家了。还有俩回来啊！你当初信誓旦旦跟我怎么说来的？没问题啊！现在光这个项目被江家的小子给拿去了，我的老脸往哪放呀？您现在就别说这个了，唐总还开始查账了。什么？你就说清楚，这大半年都没查账，现在唐总这好好的查什么账？一定是江然。唐总出来的时候就被江然拦走了，然后两个人不知道说了什么。等唐总再见到我的时候，就跟我说查账目的问题。爸，你跟我说，这几年到底亏空了多少？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补偿上去的，可是我一直找不着机会。爸，你现在就别说这个了。现在的重点是，你怎么在唐总查明白之前把这个账给填上呀？哇，你到底亏了多少钱啊1亿5000万，1亿5000万呐！1亿5000万，咱们上哪搞这么多钱啊？张总，唐总今晚突然来公司，让我们加班核对和你们公司的账目。家长的事瞒不住了，你赶紧想想办法吧。拿着账本直接起诉张家。是。江总，方便见面吗？我想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之后的合作。青安，我需要你。木青哥，老厂区真的拆迁了。江然他不是为了我，他早就知道老厂区要拆迁，所以才提前低价买下来的。青安，那你们现在是不是不用交房租了？你能不能先借我5000万，资金周转着？我家出了事儿，急需用钱。张木青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联合地方要拆迁了，我们急着找新厂房，你不帮忙也就算了，还过来问我们要钱？不是阿姨，说实话，柳家工厂的效益一直也不好，现在还没了江家的支持，那更是苟延残喘。倒不如你们把你们家的资源给我们家呢。木青哥，你到底说什么呢？你是在说我经营不如你爸，所以我们就得把我们的全部钱都给你们去周转？我说的那也是实话呀。爸，您缓缓，您不能倒下，工厂现在还得靠您呢。要不是你为了这个废物昏了头，我们现在就是江然的岳父岳母，还会为了这种事情发愁啊？就是，你之前跟江然在一起啊，我们俩喜欢什么东西多看一眼，江然就会双手奉上，哪像现在这个，柳家出这么大的事情，还管我们要钱。行了，别说了，现在说这些都已经没用了。江然现在坐拥拆迁馆，指不定多春风得意呢。是啊，我们虽然缺钱，但是江然不缺啊。江然拿到了跟光大3年的合同，还有拆迁款，他现在正春风得意呢。你去求他，他肯定会帮他的。你怎么又要我去求江然？青然，现在可不是要面子的时候，你去好好求求江然。他之前那么爱你啊，感情不可能说放就放的。江然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，我还去求他干嘛呀？而且他根本就不爱我。他要是不爱你，他能做什么事情都在你跟前晃悠。是啊，青安，你不想别人看到咱们两家破产以后，让别人耻笑咱们吧？行啊，江然这会儿就在老厂区，事不宜迟，赶紧去吧。听话，青安，我陪你一起去。行，去。我们也去。
根据上面的规划，这一片会建成辐射海内外的物流港口。江总果然是英雄出少年，在他们都笃定这块地会赔本的情况下，直接低价购入。如今光是这拆迁款都够您财富自由了。我用了部分拆迁款置换了这里一栋楼的使用权，到时候宁达物流和唐氏货运将会在这里打造出属于我们的物流网络。好啊！感谢江总不计前嫌，给唐氏这宝贵的合作机会。江然，张木青，你不回去想着怎么处理假账的亏空，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小然啊，你可不能就这样把我们赶走啊！除非你另外给我们找个新厂房，你看怎么样？凭什么？江然，我妈毕竟是你长辈，你怎么跟她说话呢？长辈？我和你们现在唯一的关系就是我是你们的房东，而你们需要在半个月内搬出我的厂区，不要影响我顺利拆迁。江少，以我们现在的这资金呀，很难找到一个很好的厂房。你人脉广，你看能不能帮帮我们？不能。江然，你非要对我们赶尽杀绝吗？我要是你，就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我这里，不如多去想办法，找新的厂区，以及把设备打包，这些都需要钱吧。祝你们好运。唐总，我们去办公室详谈之后的合作。好，您请。江总，刘老板在哪里？你让他走了，给我一起来！赶着走！刘老板，这都2个月没发工资了，你给我们对个交代呀！就是，我们也是要养家糊口吃饭的，你这么长时间不发工资，我们怎么办？这件裙子好几千呢，就这么被他弄脏了，气死了！没想到你们工资都给人发不了，传出去真丢人。张木青，你要没带脑子，你就别瞎说话。江然，你怎么这么说我呀？你是不是心里还惦记着江然呢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才是你男朋友。哼，你也知道你是亲爱的男朋友啊？你让亲爱去求江然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是男朋友啊？我那不是形势所迫吗？我要是有江然那个出身，就你们柳家这点困难，我告诉你，我肯定第一时间。你要真是我男朋友，你现在就应该帮我想办法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在这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江然说的对，真的说起来，我们家现在变成这样，都是你这个小白脸害的。我早就说过了，江然比他好10000倍，你就是不听。青安，你就看他们这么羞辱我。我爸妈说的也没错呀，江然本来就比你好。再说了，我跟江然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可没有让我因为钱发愁过。青安，你自己这个蠢货拿捏不住江然，反而还怪我来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竟然骂我蠢货！张木青，你是昏头了是不是？我就问你，我说错了吗？你要是能拿捏住江然的话，江然能跟你分开1个月就跟林若言成双成对吗？你当初要是爬上江然的床，成为江然的太太，谁会因为钱担心？谁会破产？不是都因为你吗？滚！给我滚出去！不用你说，我也会走。我就要让你们看看，我和江然谁才是天命之子。青安，现在可不是哭的时候，你赶紧想想办法，不然咱们家可就完了。哎，我的天哪，这不是去年江然送你的生日礼物吗？有人出价100万买它。这他报价都报低了，这个包是绝版，如果不是着急出手的话，卖个150、60个都没问题啊！这是个大牌啊，对面人怎么不收啊？青安，你介绍那靠谱吗？那个别拿出去卖，那是张木青送的 A 货。你往他进水了呀？明知道他送假货，你还跟他谈？青安，你看
这是不是你上次说喜欢那款包包？我特地跑到国外买的，快看看喜不喜欢？你这不能直接送到我家里去，非要我大早上跑这里来等你。就是这个，这款国内还买不到呢。哎，亲爱，你最近手头很紧，怎么买了一个高仿的？如果缺钱的话，你和我说，不要委屈了自己，知道吗？这是木青哥送的项链，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？虽然木青哥送的是高仿，但是这也是他辛辛苦苦勤工俭学赚来的，比你这个只知道花家里钱送名贵包包的20组强10000倍。哎，亲爱，我怎么能为了张不清这种人放弃江然呢？我现在是看清楚了，江然呢已经放下张不清了，我们做父母的不得推一把呀？你的意思是？江然现在在金雀华庭请客吃饭，小两口吵架了，我们做父母的出面给他个台阶下，江然以后也不会对清安失什么信子，好吧？行。今天请大家过来，一是为了庆祝顺利拿下光大项目，二是为了把若言介绍给爸妈，还有各位叔伯。叔叔阿姨大家好，我是江然的女朋友林若言。好，真的好。江然到底是长大了。好孩子，阿姨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能和小然在一起，阿姨放心。好，好，好。今天有这2大喜事，我们大家干一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我们两家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你们来干什么？我今天来呀，是有件大好事儿。哦，大好事！柳家离开了江家的帮衬，终于要破产了。亲家，哎，别乱攀关系哦。啊，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家清安上段时间跟那个张不清分手了，但是我们家清安啊，心里一直是喜欢着江然的，所以让我们俩过来说和。您看，咱们就让2个孩子和好呗。我和若言已经见过家长，确定关系了。你转告一下，我和他不可能。啊，清安，正好清安在，清安来，你跟江然讲。江然，我跟张不清已经分手了。节哀啊！江然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们和好吧，明天我们就去领证。江然，我跟张不清已经分手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们和好吧，明天我们就去领证。刚刚跟我分手就跑去找江然和好，柳清安，你是真知道怎么往我伤口上撒盐呀？哎，不是柳清安，你没病吧？啊，现在知道江然好了，你早干嘛去了？人家现在有女朋友了。江然，你就站在那边说。江然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们不闹别扭了好吗？我也不在乎你这段时间跟林若言在一起，我们重新来过好吗？柳青啊，你到底要不要脸啊？你把家人当什么？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备胎吗？我跟家人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江然，我知道你心里还是爱我的，你会回到我身边的，对吗？柳清安，你别自作多情行吗？我今天带着若言和我爸妈见面，你带着你全家来是什么意思？存心想让若言不舒服对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现在才知道，因为张木清我伤害了你这么深。江然，我想补偿你，我爱你。清安，咱俩吵架没必要用这种幼稚的手段来让我吃醋吧。走，跟我回去。张不清，你一问不三跑这里来干什么？做什么？你们明知道清安是我女朋友，还让她上门来求江然和好。我看清安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父母，才会变得如此痛苦。混账！
张木青，我们是长辈，你怎么敢这样说话？张木青，我和你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，请你立刻出去。你们要吵架滚出去，我这里不欢迎你们。江然，你现在一定很得意吧？觉得让青安爱上了你？不知所谓。承认吧，你现在一定很得意，但是你觉得柳青安会爱上你吗？张木青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柳青安这个贱人根本就没有感情，他和他的父母不过是看上了江家的财产还有江家的资源，你以为你比得过我吗？你就是因为你的出身好，我的出身要是跟你一样的话，你这种废物配站在我的面前吗？住口！张木青，你真的以为你在国外那些事情没有人知道了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真的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？林若言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跟我来帮张木青回忆一下。你在国外门门功课挂科，跪舔外国人，无下限的勾引女同学，害得人家大了肚子不负责任，结果被校方知道了，被遣返回来的。就你这样子的人，你有什么资格和江然比呢？程江，你不是说你在国外苦苦等我吗？这就是你说的等？滚！你们一定会后悔的。江然，你也看到了，我是被张木青骗了。哎，这里太吵了，我们回家吃饭吧。若言，走。青安，江然不管我们了，我们家以后怎么办呢？啊？罗少，这次您可一定要帮帮我，等我家度过这个难关，我以后发达了一定。你们张家还想着东山再起？王少，这你是说笑？我家就是一时资金周转困难，等我以后……得了，你们张家做假账，被唐氏物流告上法庭，整个圈子都知道。我坦白跟你说，你们现在张家已经上了行业的黑名单，物流这个你们是别想做的。捧高擦低的狗东西，等以后老子发达了，看你们怎么舔老子！这次多亏魏总有赚钱的门路，不忘拉小弟一把，否则哪有我们现在的好日子呀？这是兄弟们的一点心意，请魏总笑纳。哎，小事小事，上次呀就听了魏总的，投了50万，嘿，你们猜怎么着？10倍呀，整整10倍。魏总，这次您说投多少？兄弟们抵着资产跟您干。嘿嘿，好说，有我在，不愁你们没有赚钱的路子啊！哎，周叔，你也在呢？张木青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跟我朋友在这吃饭呢。这位是周叔，您不给侄子介绍介绍啊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也配？这位是我女朋友。那个小弟刚才听到各位在说投资的事儿，魏总能不能带带我呀？好说好说，怎么称呼呀？这位是沙海集团的魏总魏然啊，魏总，这位是张氏货运的公子张木青。哦，张氏货运啊，听说最近遇上点麻烦啊，时运不济，碰到了小人，所以还请魏总多带带，到时候等以后发达了，一定记得您。张少，凡事都缺少一个气息，想跟着我赚钱，缺块敲门砖了。我还有个饭局，我就先走了，等你联系我啊。哦，对了，你女朋友挺漂亮的呀。哎，周叔，魏总说的那个敲门砖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小子运气真好，有这么漂亮的一个女朋友。小子，好好把握。张家这次能不能渡过难关，就看你能牺牲到哪一步了。柳青安，这是你欠我的，谁让你又去后悔去找江然和好？
清安，你来干什么？清安，我知道我让你失望了，所以我一听到一个赚钱的路子，我就立马来找你来了。你就算是为了柳家，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你进来说吧。吕老哥，你说的这个内部消息到底指的是什么？你看，今天我都在，房都是头发。哎，是啊，爸，快说说。你可知道房地产龙头企业沙海集团？当然知道了，沙海集团前几年赶上了房地产风口，那现在市值可是过了1000亿了。怎么了？李老哥，你是有沙海集团的渠道？财神爷来了！哎，魏总，请坐。林总，别来无恙，这可时令好久啊！欢迎您收听今日新闻。震惊全国的沙海集团非法集资诈骗案，今日数位高管已经全部抓捕归案。然本案最大嫌疑人沙海集团总裁刘蹦潜逃国外，目前正在继续抓捕中。本台将为您继续跟踪。什么？沙海集团的投资竟然是诈骗！好险，当时差点就把手里钱拿去投资了，还好穆青当时用钱先挪给他。你看吧，这次多亏了穆青哥，不然我们差点就被人骗了。你可得好好报答人家，这笔钱你就别让他花了。江然，怎么了？怎么脸色不对啊？没什么。哎，你们放心，名额虽然有限，但是有我在，预留几个名额，那还是不成问题的。只是这次2轮，刘总只针对大型企业，投资门槛至少1000万起步。你们，魏总，您先别急，等我先跟江总们商量一下，再做决定不迟。先吃饭啊，先吃饭。先吃饭。这次的投资有问题啊？不是，这沙海集团可是我们云海省龙头企业，怎么可能有问题？对啊，这第一轮投资的人都已经得到好处了，这是有目共睹的。再者说了，像这种事情，圈子里稍微一打听一下就能知道了。是啊，爸，林叔叔，这是个骗局，我们进去说。走啊，走。江然啊，你怎么知道这次的投资是个骗局？是啊，江然，按照沙海集团的体量，他不应该缺钱的，他也没必要搞这种自我根基的把戏吧？是啊，江然，这也不少企业在魏然的带领下真的挣到了钱。爸，林叔叔，你们也是久经商场的老将了，你们见过超10倍的投资吗？那些赚到钱的不过都是几万、几十万，所谓的高回报，不过就是为了钓大鱼的诱饵罢了。他们要钓的就是像爸还有林叔叔这样的大企业家。一旦我们投资，他们一定远遁海外。爸，林叔叔，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派人去调查一下刘蹦和魏然的家里人。我估计他们早就把家人移民海外了。说的有道理。哎呀，这几年啊，生意还是比较难做的，这个企业的效益啊是1年不如1年。本来还想指着这次挣点钱给产业升级呢。如今市场瞬息万变，看来我们2个老家伙落伍喽。爸，林叔叔，既然已经知道了现在的市场对传统产业的冲击，为什么不直接借着这股东风顺势而为，实现产业转型呢？江然，你有什么想法说说看。爸，林叔叔，你们要是相信我的话，就交给我来做吧。好啊。
你就放心大胆的弄，我跟你爸都支持你。产业转型呢，你们就放心交给我，你们只需要帮我准备婚礼就够了。哦，好啊，那就先喝一个呗啊！哎，来。张母亲，我看你是冲昏了头了吧？竟然相信天上掉馅饼这种事儿，我没工夫陪你玩，出去。行了，我承认我之前确实是骗过你，但我这次想补偿你也是真的呀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你可以随时去查呀。他要是真需要投资，还需要我去见面吗？张母亲，我拜托你动脑子想想。张母亲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，还敢来纠缠？阿姨，我不是来纠缠他的，但是我也知道柳家需要资金周转，所以我一听到消息就赶紧过来。够了，你出去！我不想听，我们家不需要你在这儿假惺惺。什么消息？爸。叔叔，那个周总你也认识，如果您不信的话，可以跟周总打听打听，看看这个事儿是真是假。母亲啊，周总说了，确实有这件事。哎呀，那真是难为你了，还老为我们柳家着想。叔叔，那您说笑了，我之前是不懂事儿，但是我对庆安的感情确实也是货真价实的呀。哎呀，现在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我们就是一时间拿不了这么多资金呢。啊，叔叔，那您不用担心，您可以先拿个30-40万，先玩玩。亲啊，你看母亲还是喜欢着你的嘛，你们两个就别闹脾气了啊。喂，魏总吗？啊，我是您今天接过的小张。啊，我跟他说好了，但是他说他想先给我一小笔，等看见收益了。啊，对。好嘞，魏总，那等您好消息啊。这次啊，多亏了母亲，我们在半个月靠30万就获利了100多万，好歹是把职工的工资部分结清了。叔叔阿姨能明白我的一片苦心就行，我是真心想带柳家一起赚钱。接下来就是我们想追加投资的事情，你看能不能帮我们引荐魏总啊？可以是可以，不过现在有2个问题。哪2个？第一个问题，第2轮投资禁止中小微企业加入，投资的门槛就是1000万。1000万？我们没那么多钱呢。叔叔，做生意怎么可能没有风险呢？风险越大，收益越高。难道你们家也拿出去几千万去投资啊？据我所知，你们现在自己都已经焦头烂额，一摊子烂事儿了。虽然如此，但是我爸他有魄力了呀。他第1轮资金见到收益以后，立马抵押贷款了3000万用来投资。3000万？毕竟像沙海集团这么好的项目，错过了这个村，可就没这个店了。可以，母亲，你联系一下，我们把这栋房子抵押出去，舍不得孩子就套不着狼。妈，你疯了？你怎么能把房子抵押出去？要不然你给我钱啊，光说有什么用？那第2个问题呢？第2个问题就是魏总想见见庆安。不见，我们都拿钱出去投资了，还见什么见？见，你必须得见。要是因此能得到魏总的赏识，那以后可少不了咱们一家的好处。
你必须得这样。就是，有木青在，你怕什么呀？好，那我现在就去跟魏总约时间。哎呦，青安是吧？来，坐这儿。魏总叫你了，快坐呀！这年轻真好啊，这身材也挺不错的啊。谢谢魏总夸奖。今天就我们3个人吗？我以为就是来吃顿饭的。哎，别这么拘谨嘛，出来就是做生意的嘛。再说，咱们大家不都是朋友吗？是不是？青安，这次多亏了魏总，才让咱们2家攀上了沙海集团投资的机会。你别干坐着呀，跟魏总喝一杯。不会喝酒啊？不会喝酒没关系，咱们喝饮料。这个忘记点了啊，我去点饮料。张木青，你张木青，你自己陪魏总吧，我先回去了。青安，你可要考虑清楚了，你们柳家正是用钱的时候。不好意思，魏总，我们家是缺钱，但是我们也是自己出钱投资了的。你说的要求我做不到。青安，别伤了和气。魏总，青安脾气就这样，您看我让他跟您喝一杯，然后我带他走，看可以吗？行吧。青安，叔叔阿姨把房子都抵押。魏总，我敬你。魏总，那你好好玩，我就先走了。走吧，走吧。谁这么不长眼？晦气！哎，张木青怎么在这里啊？谁知道，跟我们没关系。走吧。青安，你能想通那是最好的。报警有什么用呢？跟着我，你们柳家才能扶摇直上。你也不想你爸妈为了钱去四处求人吧？啊？你无耻！我不会，怎么能来驯服你这匹野马？走，下车，我带你去认识认识几个人。来，柳青安，你怎么会在？你们认识？不认识。
今天我得特地感谢魏总给我赚钱的机会，多亏了魏总给我内部名额和信息，否则我的公司撑不过今年。都是朋友，有钱一起赚，朋友才能长长久久啊！来喝一个，对。江少，考虑的怎么样？我这儿可是有最后一个，一直。那就多谢魏总，主要是我公司最近正在更换器材，实在是拿不出钱来投资。江少要是缺钱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介绍渠道。年轻人想要赚钱证明自己，是需要勇气的。怎么，江少结了婚之后把所有胆子都丢了吗？还是说你看不上魏总给你的机会？实在是公司挪不出资金周转，太遗憾了。那我就只能看着各位发大财。大家以后都在江城，有的是合作的机会。来，大家敬江总一杯，预祝江总新婚快乐。亲爱，你快看能不能联系上魏总？干嘛？我不想联系他。哎呀，小祖宗，你赶快联系吧，我们投资的钱都拿不回来了。啊？不行，没人接电话呀。到底怎么了？完了，全完了。上海的内部投资，这骗局，魏总这会儿啊，估计和刘凤啊已经出国了。完了，我们家全完了啊！那我们家之前贷款的几百万怎么办啊？你们是谁？凭什么闯进我家？欠债还钱！你们抵押了房子，都逾期7天了，连本带利一共是780万。我们借了500万，怎么还那么多？你借的是高利贷，你知道什么叫高利贷吗？你们不是张叔叔朋友吗？你等我给他打个电话。不用打了，那老头跟你们一样。我大哥现在是亲自上门催债，怎么选？是还钱，还是从这个房子里滚出去啊？张无忌，我要是杀了你！亲爱，你去哪儿啊？你们想去哪儿啊？选吗？是还钱，还是把房子过户给我们？看没？这是我的房子，我买的，我的房子是我奋斗一辈子买的房子，快看没？爸，算了，我们还有机会。快看！都是你这个废物！如果不是你贪财好进，如果不是你好大喜功，我们家才会沦落成这样子。爸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呀？那如果不是你造假账，害得家里破产，我能被未来那个畜生骗吗？还有，你别忘了，抵押房子做高利贷是你自己签的字。张无忌，你个畜生！张无忌，你个畜生！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失去江然？我家里怎么会被上海集团欺骗？我又怎么会被魏然的一个奸手玷污？未必都是你！够了！你落得这样下场，都是你自己咎由自取。你就是一个自私虚伪的蠢货。我不是，我不是。你当然是啊，跟江然在一起，日日夜夜惦记我，说爱我的难道不是你吗？然后后悔了又去追江然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你
是你欺骗了我！是你蠢！你自己自私自利，任何事情都不想承担，为什么要怪我呀？不关我的事，不关我的事！恭喜，接到你的邀请函，我很高兴。本来是我爸爸要来的，毕竟和您拿物流合作十分顺利。哦，对了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们公司决定追加5年的合作时间。看来我的好消息来晚了呀。唐总，你不是应该在国外吗？我优秀合作伙伴的婚礼，我可不想迟到。另外，我回来也是想亲口为你送上好消息。根据你的策划案，我们物流海外网点的布局非常顺利，预估明年就可以开展跨国业务了。看来啊，咱们提前给孩子们准备的礼物啊，没有什么吸引力哦。爸，快说，你给我们准备了什么礼物啊？这次呀，多亏了江然，我们2家公司才能够成功的转型啊。我们俩商量了一下，在你们婚后，我们啊也就该退休了，把公司呢就交给你们来打理了。江少，林小姐，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咱们先去化妆间更换礼服，准备待会儿的仪式。诸位，请安静。我代表新郎新娘以及双方父母，感谢诸位贵宾在百忙之中来参加婚礼。现在我宣布，婚礼仪式正式开始。新郎，你愿意娶你面前这位漂亮贤惠的女人为妻，从此生死与共，恩爱一生吗？我愿意。新娘，你愿意嫁给你面前这位帅气多金又有能力的男人作为你今后的丈夫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新郎，现在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。江然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为了他害得你家破人亡。这次我再也不会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既然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，这辈子、上辈子、下辈子都一直纠缠在一起。我不要，江然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把他们赶出去。